所以我们今天就要问了，到底什么是宗教？宗教有没有什么条件呢？有的，宗教的条件有5个。任何宗教都有教义。什么叫教义？教义就是直接宣布真理，就是教义。为什么需要直接宣布？因为它不能证明，它一定要回答几个问题。譬如，宇宙怎么来的？世界怎么来的？譬如，人活在世界上是为了什么？然后人死之后去哪里？善恶的报应有什么样具体的安排？宗教专门去回答人类想知道而又无法知道的答案，这叫做真理。所以这个真理是不跟你讨论的，你信就接受，你不信就在门外，没有中间这个考虑的余地。所以你信任何宗教，它都有一套说法。比如说有关世界的来源，你信的如果是3大一神教，同学们慢慢熟悉了，所谓的3大一神教，就是指犹太教，照顺序，犹太教，然后呢，基督宗教，还有伊斯兰教，叫做3大一神教，来源都是犹太教。那3大一神教里面的基督宗教，包括一教3系3个系统，按照时间，天主教、东正教，还有什么新教。所以在这个系统里面都相信神创造世界。那你可以问呢，神是什么？将来我们还会再进一步说明神是什么。神当然是圆满的啊。那请问圆满的神为什么要创造世界呢？创造世界之后呢，反而让自己惹来很多麻烦。因为创造世界有了人类，人类有好有坏，神还要特别去造个地狱，装那些坏人。这个神本来是清净圆满的神，他为什么给自己惹这么多麻烦？显然他缺乏智慧。要不然你怎么解释呢？你怎么解释神为什么创造世界？好，另外一种解释呢？因为神是爱，爱很丰满，那你就直接给人类幸福就好了。为什么给人类自由，让他自己接受考验？然后到时候你有这么多的爱心，为什么天堂地狱的人大概各占一半，可能地狱人更多？人类本来不存在，你让他存在，存在了之后再给他下地狱，跟他说你永远受罚，这个神叫做爱吗？这个很难想象，看到没有？所以所有的教义呢，都是违背你的理性思维的。所有教义，佛教也一样啊。佛教怎么谈宇宙的来源？他不跟你谈，他跟你说4个字：缘起性空。缘起性空什么意思？你说，哎，这边出现一栋房子，这是缘嘛？缘合成的，它就出现了。一个人也是一样，各种因缘合成的，它就出现了。因是直接的因，缘是帮助的因，都是因。因是直接的，缘是间接的，叫做因缘。所以缘起性空，就是任何东西的存在都是缘成熟了就合成了，它出现了。任何东西的性都是空的。人有没有自己的本性？没有。你一说有我就执着了。那请问佛教说缘起性空的话，那你可以再问了，那这个缘最早的缘怎么来的？这是很合理的问题，但是你信佛教你不能问了。你问的话你就不需要信了。所以所有宗教都要探讨宇宙怎么来的，然后呢，人活在世界上有什么意义？人死的时候去哪里？人死的时候去哪里？一般有2个标准答案。第一个，人死了之后呢，接受审判，这是一神教他们的立场，接受审判，为你这一生所做的事善恶的报应负责任。第2个答案是什么呢？人死了之后轮回，轮回的时候就把你这一生做的好坏加减减，然后下一世又出现了。其实你这一世就是从上一世轮回过来的。那你可以问呢，轮回跟审判哪一个比较合理？其实2个各有它的问题。讲审判的话，好像很公平啊，你这一生做事你自己负责。但是人在出生的时候就不公平啊。有人出生很聪明，有人出生比较笨，
后面一路发展，你说公平吗？你可以跟神说，如果我跟张三一样聪明，我一定比他表现更好。那不可能，所有人重来一次啊。轮回相对来说比较公平，你这一辈子不好好做，所以下一辈子比较笨。但是问题是，我怎么知道上一辈子的我做了什么事呢？并且轮回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呢？它的目的何在呢？都是问题。第二个宗教的这个条件叫做仪式，仪式最明显的是什么？祭祀。比如说祭拜鬼神，这个祭祀；祭天、祭地，这个祭祀叫做仪式，它背后一定有一套神的故事，否则这个仪式呢，就是变成人为创作发明的，它没有神话的话，它就缺乏一种永恒的根据。人为什么需要仪式呢？人要透过仪式让自己的生命回到原点，注意哦，原始的出发点。人的生命啊，有两种走法。第一种走法叫做一条线，越走越老，越老越衰，最后的就死了。如果这个一路走去的话，没有人有勇气活下去的。第二个走法是什么呢？定期回到原点。譬如我讲一句话，你就可以懂了。为什么每年都有新年？新年是什么？新年是宇宙的生日，重新开始，春夏秋冬，所以万物重新苏醒。又开始要过这一年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有生日。生日那一天代表什么？我今天出生，多少年前我在今天出生，所以在生日的时候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新的人，你才有勇气啊，继续过这一年。为什么需要有神话呢？是因为人在他的理性还不能解释之前，科学不够发达，教育不够普及，理性的力量有限的时候，他就发现有某些东西很有意义、很重要，非说不可。他就把它借神的故事来说，所有宗教都有它的神话，没有例外。你说真的有吗？比较后期出现的第7世纪才出现的伊斯兰教，它有它的神话吗？当然有啊，对不对？你只要是伊斯兰教的信徒，一生就要去麦加朝圣一次，这里面没有神话故事吗？就是穆罕默德当初他的生命经验之一嘛。就要把黑石奉为神圣的石，要去那边膜拜的。黑石事实上也可能是一个陨石嘛，很大一块黑石。每年到朝圣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哇，100万人啊挤进麦加城，那场面非常壮观。而这种仪式举办的时候呢，人的生命回到某种原点。什么原点？当你进城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披上白袍，让别人看不出你里面穿的是阿尔玛尼还是什么 LV 啊，拿什么都没用，戒指全部脱掉，全部披上白袍，一进那个城里面，人人平等。但是你说你去朝圣的时候就不会出问题吗？我记得几年前有一艘船载满了信徒去朝圣，船翻了，1500人通通灭顶。那你现在说神怎么不照顾他们？他们是去朝圣啊。那所以2个可能，第一个神的力量不够，第二个神的意思呢非常深奥啊，不是你可以猜测到的。你不能用人间的灾难或者幸福来判断神的照顾不照顾。第二个回答通常会得到肯定。第一个回答说神的力量不够，这个大家不能接受。神就是神，怎么会力量不够呢？那神为什么不帮助别人呢？神的用意很深的。你怎么可能了解神的用意呢？那个平凡的脑袋能想什么东西呢？对不对？确实我们想不到。比如一个人小学的时候，这个被老师欺负啊，后来发愤图强，书念得很好。他开始只是想报复，要当老师，要欺负老师的小孩，就没想到后来一路的书念得很好，变成大学教授了。可见老师当初欺负他有多么深刻的含义啊！再看第3个，宗教的条件呢有戒律。说到戒律啊，你就要比较一下，第一个叫做法律，第二个叫做道德，第3个叫做宗教的戒律，这3个层次不一样。你一说法律，大家都知道，法律只能根据你表现在外的行为来做判断。你心里面想做一件坏事，你怎么想没关系哦，法律不会说，哎，你心里想什么关起来。要你说提升人格需要道德，
道德有一个特色，是我内心里面真的愿意做的。但是呢，道德往往要跟行为配合。你说我坐在车上，很想让座，但是还是没有让座，因为我曾经很想让座，所以我道德很高，这个谁能接受呢？对不对？那所有车上人都很想让座，最后都没有人让座，你说这车上人都很有道德吗？但是宗教的戒律更进一步，宗教的戒律呢是讲到4个字，叫做起心动念，这个是最深刻的。说你虽然没有做，但是你已经想了，你就跟做的是一样的结果，这太可怕了。那最经典的例子呢，是耶稣说的一句话。耶稣说的话很直接啊，你听了会觉得恐怖啊。耶稣说：“凡是注视妇女，心里面产生坏的念头的，他已经犯了奸淫之罪了。”弗洛伊德说的一句话，可以反映出宗教对人的影响最深的一面。他说：“很多人因为有罪恶感而去犯罪。”你说你明明还没犯罪，为什么会先有罪恶感呢？就是这种宗教的教育嘛。就是有些人认为我这个做不做都一样。那既然这样，不做白不做，我就真的去做，他就觉得自己这个人不完美，所以这在讲戒律的时候呢，就是一个很深刻的要求，要求你从起心动念开始去思考，让自己的心念没有一丝一毫可以放松，没有片时片刻可以放松。那这样的要求是强人所难，但是就因为困难，所以值得尝试。自古以来，很多人也试过。也努力一辈子这样子克制自己，设法化解所有的不好的念头，到最后修成的人格极其完美。第4个，宗教一定有什么？宗教团体。一般呢，我们称作教团或者僧侣阶级，就是会有一群人成为宗教人。这些人呢，他要做什么？他要接受长期的训练，才具有某种资格，让他们可以怎么样？传播教义，执行仪式，督促戒律。譬如释迦牟尼去传教的时候呢，各位知道他传教的时候呢，是从这个35岁开始，他29岁离开王宫，经过6年的苦修，最后在菩提树下悟道，35岁，接着就传佛教45年。他在印度传教的时候，每年有3个月，印度是雨季。我们对印度的雨季印象很深吧？当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打到印度之后，碰到雨季，3个月不能动。啊，你看《阿甘正传》到越南去，碰到雨季，整天下雨，白天下，晚上下。这个东南亚地区的雨季啊，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个自然的现象。所以他3个月雨季就进修，修炼自己，成师。同时，每天在传教的时候呢，一定是有3次离开人群，早上、中午、晚上，你只要吃饭吧。吃饭的时候休息，顺便离开人群，静思，修行就修养自己，问自己今天说了什么话，做了什么事，每天如此啊。而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你没有积极的修炼工作，你不可能撑得过去的。所以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宗教内部的人士堕落，那就没有希望了。上次我引用过一句耶稣的话，他说：“盐如果失了味道，能拿什么使它再咸呢？盐是防腐啊，但这个盐如果没有味道的话，还能拿别的盐让它变成咸的吗？不可能的嘛。”还有第5个叫做学理。宗教本来是讲教义，它不用跟别人讲道理。但是呢，宗教一定有讲道理这一部分。我们刚刚提到佛教的3藏：经、律跟论。论就是发挥佛教的教义的，跟别人讨论的，你要跟别人还要辩论的。所以神学跟佛学就属于这一部分。否则宗教怎么去宣传呢？怎么跟不信的人使他变成信呢？就需要这个理性的解说。所以这5个条件具备，才能称为宗教。